好，欢迎大家来到天天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掌声有请我们今天来到节目求助的2组情感嘉宾，欢迎他们。首先要疗愈的是本期第1对情感嘉宾吴先生，32岁，来自辽宁，销售；罗女士，32岁，来自辽宁，保险业务员。他们究竟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你觉得谁付出的多？他吧，我确实做的不太到位。指定是我呗，我找了个活祖宗。你们遇到了什么问题？现在我们已经分居了。我感觉一到过年我就在渡劫。你希望对方怎么改变？我觉得我们应该多沟通，多包容，少画点饼，办实事儿。这一个小片儿里面字儿不多，说的话不多，但是句句扎心呀。您俩现在的状态是说已经分居了是吗？这么严重呢？对。分居多长时间了？过完年到现在。为啥呢？咱们要不从头说说？他是我妈在一个相亲软件上看到的他这个信息，因为巧的是吧，他跟我家我二舅重名，我妈觉得也是一种缘分吧，跟他聊了几天，觉得他这人挺老实，感觉还挺靠谱，就把我的联系方式给了他。当我听说这事儿之后，我就从上海回到老家这边发展了嘛，也是想接触接触他，但是跟他接触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他这人没有稳定的工作，上进心什么的也不是很强。我就是不太想跟他联系了。等他找到了稳定工作之后吧，他就联系到了我们共同的朋友，又找到我，就说希望我能再给他一次机会。既然人家有稳定的工作了，那就再接触一下看看呗。接触了大概有个半年左右吧，我们就结婚了。但是结婚之前吧，我希望我的婚姻生活是一个有点小情趣的，隔三差五的有点仪式感、小惊喜啊什么之类的。但我发现在他身上一点没有。你俩恋爱的时候他浪漫吗？恋爱的时候吧，我可是觉得他这个人情商比较低。那我以为我慢慢带他啊，他能有一些改善。刚开始的时候我就提醒他吧，我说下个月我要过生日了，到日了也没做，干脆后来我慢慢就开始要礼物了。等到日了，他要么就说什么忘了呀，要么下次呀。以后再说吧，总是这种搪塞我。因为处对象的时候，他就已经答应我了，说他会给我买一个钻戒，其实我也不是什么物质的女人，我也不是在乎他这个戒指有大有小，就是这颗心意嘛，他都没表示啊。就是结婚前答应给你买钻戒，然后没给你买。对，那个钻戒到现在都没影呢。你俩现在结婚多少年了？我们俩结婚4年了，原本还答应给我买3斤呢，这3斤也变成了1斤。就看我手上这个戒指。比头发丝儿都细，为啥没买呢？那我家里那个钱存了定期，所以说没及时能取出来。找借口。然后结婚的时候，他家可不是这么说的啊。结婚的之前，他家说了，你孩子你放心啊，什么房子、车子、彩礼，3斤我一样都不会差你的，你们就放心吧。彩礼最后给了吗？跟我找借口嘛，说什么那个彩礼钱吧，现在存的都是定期，现在拿不出来，你放心吧，到时候等结完婚以后到期了，我就给你补回来。结完婚了之后，这彩礼就没影了，然后还说买房子，原本答应我们的房子是100平，现在从100平缩到60平，然后这60平只是给我们付首付，首付说给我们拿了一个10万块钱，然后后来我才知道这10万块钱里边还有贷款。你说我这么多年上大学，然后毕业之后呢，也没什么正经稳定固定的工作，所以说我也没攒什么钱，主要就是说想抓紧结婚，然后呢就贷了点款，把这个房子首付凑一凑。他一说这个贷款，我更来气。我不说了吗？刚才那10万块钱里边他还有贷款。刚开始他可跟我说的只贷了1万块钱啊，我现在1万块钱也不多，那就那么样吧。后来他又告诉我2万，去年又告诉我3万，今年他又告诉我4万。就现在他这个10万块钱就首付这个钱，他到底贷了多少钱？我到现在都不清楚。你今儿说个实话，你到底贷了多少？4万。因为当时家里确实没什么钱，婚期临近了，没办法了，那房子必须得买呀，结婚，然后就这么的贷了点，然后我寻思过后婚后了，我父母啊或者我自己挣钱了，慢慢就还了。不是还有定期存款吗？那个存款到期了没有？我家养殖嘛，然后行情不好，赔了点钱，所以说这个定期存款就把那个窟窿。他就一直在给我画饼。我们婚前其实已经约定好了，婚后我们就办一张卡。夫妻挣的钱都存在一个卡里边，以备说以后家里双方老人需要养老，以后有孩子养孩子，每个月都要往这里边去存钱。
他也答应我在这9年之后每个月给我个1、2千块钱的生活费用什么的，就生活上用。现在钱1个月都没给过我。也就是说，其实你们2个人的生活是完全你自己在做，都在承担，所有的家里边的开销都是我在承担这个费用。我想确认一下，男士，结婚4年对吧？确定1分钱都没有交过给媳妇儿吗？交过，那多多少少的也交过，也就300、500那样。我还完贷款，还有车贷，还有房贷，这些还完基本就不剩什么钱了。他现在就只跟我抠，他跟他亲戚朋友他可不抠，他就有钱。他朋友前一段时间做生意，资金周转不开了，跟他借钱，他都没跟我说，他就把这个还房贷、还车贷这个钱全借给他朋友了。头2天我接着过缺贷电话，没想到他除了车贷、房贷这个钱给他朋友了，还贷了一个3万块钱。我们俩是发小，多少年关系了，你不能看着人有困难不帮一把吧？那当然有一天我有困难的时候，这个是你老婆。对呀，这不是你最亲的人，他要跟你过一辈子的人，你看着他不难受吗？你这个事情跟你老婆说了吗？商量了吗？他没跟我商量。那跟他商量，指定办不成了。你们是夫妻，您拿出去的是夫妻共同财产，他是有知情权的。现在就是啥呢？他钱不到位，活他不干。那是我不干家务活吗？你说拖地、洗衣服，我哪样没干？但是我干完了，你不是说我这做的不对，那做的不好，那个做的不到位，然后咱俩每次因为我干点啥活，咱俩就是开始争吵，那次数多了，我过后了，我不干了，我不想争吵了，那有什么问题啊？他那也叫干活，他扫完那个地，我永远要再扫一遍；他拖完的地，满地都是水渍，我永远都要再擦一遍。前一段时间我们家车该检车了，从检车之前我就在规划着啊，哪家那个检车能便宜。哪个地方离我家近，这些前期准备工作都是我在做。等到了那个检测地方，人家是陪我去了，但是去了之后，从找那个窗口咨询，再到那个填表，基本上这一套流程都是我一个人在做。他就在那儿坐着一等打游戏，回来我实在是太累了，我没有精力再去做饭了。我就跟他说商量着，你看你能不能把饭做了，我歇一会儿。人老婶来个啥，你就做呗，天天都是你说你做呗。这哪有老爷们做饭的啊？你跟我说说老爷们应该干啥呀？你就说家里小事他能做就做点。老爷们是你做了什么大事吗？大事还得我做主吗？小事家里边这洗洗涮涮这些活都指不上你，我啥大事能指上你？前2天我们俩躺在床上啊，就刷视频嘛。我大概看到一个视频的内容，就是一个妻子生病了，这个丈夫会割自己的肝去救这个妻子，我就挺感动的。我就想问问他，如果说有一天我要是生病了，你能救我吗？就不吱声，就一问一个不吱声，就这么斜楞看着我。生病这个事我都感觉离我太遥远，压根就不太可能。然后他就把这个话题引出来，来跟我争吵，就是没事找事儿。因为啥？我不是他当地人，我是铁岭人，嫁到他们家这边来的。我在他这个城市是没亲戚没朋友的。你说当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这个态度，我能放心吗？我万一以后有个病有个渣啥的，你能管我吗？这一点妻子说得很对，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啊。尤其是你是喜欢开空头支票的人，这时候为什么不画大饼了？为什么不开空头支票都懒得开了？说都懒得说，你说我能放心吗？你那个小片里面还提到俩词儿，我还印象挺深的，说什么跟一个活祖宗在一起，然后说一过年就吵架。对，过年为啥要吵架？因为我跟他总共结婚才4年，这4年每一年过年回家必吵架，没有1年是不吵的。不让你回娘家吗？不是不让回娘家，只要我一回娘家，他就有事儿。结完婚头1年，新婚小夫妻，你回到娘家，你是不是得买点什么像样的礼物啊，隆重点啊？因为毕竟是第1年回娘家嘛，亲戚朋友啥都看着呢，给我爹妈也长长脸。他老显我不买，是我不买吗？你看你挑那是啥？这大礼包那个大礼包的。大礼包怎么了？好看，它不实用啊！再说我俩那经济状况，什么实用啊？从一开始3间房，方方面面都把人家闺女骗到手了，然后你逢年过节的给人买个大礼包，你还这么多事儿呢？我没骗，我说承诺的，慢慢我会兑现。全是在用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去给我承诺，所以就是没有提前准备年货，对吧？对，所以说从他们家往我娘家去的这个路上，这一路上我们都在吵，我们俩到了我们娘家门口还在吵。我爹妈都出来接我们来了，亲戚朋友啥都来看，因为毕竟是新婚夫妻嘛，都想过来看看热闹啥的。到了门口之后，人家气头上了嘛，东西往地一摔，直接开车就走了。后来之后就找不着人，我妈给他打的电话，还得说好话，人家才回来的。我问一下妻子，大礼包总共要多少钱？100多块钱吧，150多块钱他都不愿意啊？那一个礼盒就150多块钱。100多块钱都不愿意，我是认为没必要。天哪，为什么要嫁给他？所以我就觉得他大男子主义，跟他过日子100多块钱没必要，然后你带着款，背着老婆可以去借别人钱，有必要？你还瞒着他？你借朋友的钱有利息吗？
没提这事儿。没提。那你把那个给朋友的钱存定期，那个利息都不止100啊。他头2年都是这样的，然后去年呢，就是去了我姥家过年，亲戚朋友啥比较多，那个桌子有点小，我舅舅就想换一个大一点的桌面，去商房去拿，啊，我就叫他，我说你看你去帮大舅拿，他那么大岁数，60来岁了，你让自己搬多不像话呀。他正在跟我大哥打游戏呢，哎，等会儿我玩完这局的，我叫他5、6遍，就在那儿躺着跟我哥玩游戏，就是不动。那当时义乌人那显着我了，就非得我去做这个事儿吗？那你不能看着一个60多岁老头子自个儿上那儿搬去啊？好像当时家里面有监控拍下来这段，我都有证据，我可不是乱说的啊。来，我们看看那个监控拍下的画面什么样的。那个穿灰衣服的就是他，就上那儿看了一眼，吃啥，有没有他爱吃的，回来就往那儿一躺，把我箱子全摔坏了。这个饭吃完了，回家就跟我吵啊！就你刚才你为什么就说我多没面子？行李箱就哐就往地下一扔，就给我摔坏了。我当时就把这个视频啥发给我婆婆了。你婆婆看视频说啥了？那能说自己儿子吗？所以你发那视频多余啊！因为我刚开始我跟她说相吧，我婆婆有点没看上我，觉得我学历没有她高，配不上她大学生儿子。现在我就想把这些视频发给我婆婆，让我婆婆看看你这个大学生儿子怎么办的这个事儿。行，说今年吧，今年咋更过分了？今年更奇葩，比往年还奇葩。他们家有一些风俗，就是要过这个本命年。我说那你既然这么看重这件事儿，那咱就大办一点呗。县城里边你找个稍微好一点的饭店，摆个3、5桌也没有多少钱。然后我跟他说完之后，他妈妈的意思觉得他们家就是想来一波客人，就在家里边准备一桌，来一波客人就得准备一桌。所以说初一那天，我已经从早到晚4、5点钟就开始就已经准备好6、7悠的这个饭了。因为来一波客人就要做一桌，来一波客人已经来了好几桌了。你做了几桌一共？从早上4、5点钟起来我就没闲着，又备菜又炒菜，然后又收拾碗筷的。就你一个人忙活吗？基本上就是我一个人。为啥呀？家里没有别人吗？因为吧，我婆婆她做饭啥、做菜啥，她不是很拿手，就是有个人啥的，基本上都是我在做，忙忙呵呵的，总算是把这个初一是过完了。初2我不是该回娘家了吗？哎，到了娘家之后啊，我就跟她说，咱们就是也是买礼物嘛，像哪样，还是跟头2年一样，基本上就是没有啥变化。而且我刚到娘家，我屁股还没坐热呢，我婆婆这边就又来电话了，明后天你们得回来啊，又有亲戚朋友来了，然后就又接着回去了是吗？我那个时候反正也是在气头上，我也真就没回去。然后他觉得儿子媳妇儿都不在，好像确实不太好啊，然后他就自己回了我婆家那边。那你走了，那这个家里面做饭的这个事情是谁来承担起了这项工作？那我就不管了，我那是在气头上的，我是确实也不想回去。谁承担的，先生？我的婶儿啥的。所以你看，家里面除了他，还是有人能帮着你妈做饭。娶儿媳妇了，儿媳妇做不好看吗？娶儿媳妇是为了做饭的，是吧？不是为了做饭，过年了人多有忙活的，他就是好不感觉好看。为啥都该他做呢？不是必须该他做。那他不是做了4、5顿吗？所以今年过年的这个事件，然后导致了你有要分居的这个念头，是吗？对，我真的觉得我过不下去了，因为连基本的过年这几天你都不能让我过个消停停的年，我实在是觉得我这个日子过得太委屈了。你俩就是这4年当中没有计划说要孩子啊这样的一个打算吗？我这边想要，他不要。你还想要孩子呀？都过成这样了，我再有个孩子，那不把我拴得死死的了。可能我呢是有点毛病，但是我这边自我反省吧，以后多让着点儿，也想求各位导师帮忙，然后劝劝他，还是想一起过。你说你希望以后好好过，你让着他，你在哪些地方让他？以后全听他的，全交给他保管，让他去分配，我手里就留300到500生活费。以后顾及他的感受，比如说再到他家呀，主动承担一些家务啊。说帮着他那个他姥啊，他父母啊这些，就多干点活什么的。所以这个我们能认为是今天在来这个舞台表个决心，是吧？就这决心都是说给你听的啊，你待会儿自己考虑。来，2位发表一下你们的想法、你们的观点，你们觉得他们这日子过得咋样啊？我觉着吧，这个女的真是和我同病相怜，就像这个男的家里的保姆，而且做了这么多吧，还不体谅。我可不像他说那样，我感觉最起码我对老婆不撒谎。结婚之前一些事情你不交代清楚，那肯定是算骗的。那行吧，接下来咱们听听这个情感疗愈团的老师们，他们有什么建议？我要是你，我都不会来这，我直接我就离了。为什么他挽留你？是因为你对他来说还有价值。换句话说，可能找不到比你更好的保姆。
就是很多女孩不要相信说一开始这个人对我不好，后面会对你好，他不会的。骗自己干啥呢？4年了，在他已经骗了你这么多次的情况之下，你还想着给他机会，但现在此刻，我觉得你应该对自己人生负责任。你的劳动力这么低廉吗？你的情感价值这么的卑微吗？给自己赚点钱不好吗？踏入婚姻之后你就开始负债，然后被欺骗，你有一天是被呵护的吗？就看你此刻这个身心状态，我都觉得你不要再纠缠了。人生有时候及时止损吧。还有的就是关于他的一些债务问题之类的，就是你其实说实话，你如果想离婚的话，你真的如果想离婚的话，你就好好跟他把他一些债务问题搞清楚，然后完了这一页你就翻篇。你如果今天是来想听他最后给你什么条件、什么保证的话，那你就想想今天他整场下来的表现，他一直都觉得大老爷们儿应该怎么样，大老爷们儿应该怎么样，大老爷们儿应该怎么样。他现在是想通过我们什么悠悠众口，然后把你挽留住吗？我们这爱情保卫战，我不保卫你的私欲，我也不保卫你对别人的伤害。你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认知自己的一些问题，他在婚姻里面无所贡献，物质、情绪、精神都没有，赶紧撤，啥也不想说。姑娘，我觉得你的错更大一些。你第一错，你首先不尊重自己，你根本不清楚自己应该得到什么，能得到什么，所以别人在你这儿画大饼才能画得成功啊。我就说2个细节，第一个细节，彩礼。彩礼顾名思义是结婚之前给到迎娶女方的一个礼金，彩礼不是过后哦，过后叫夫妻共同为这个小家打拼，夫妻共同财产。所以男士，咱分清楚，刚才你说我之前是答应了，以后我会慢慢给，那就不对了。所以你的承诺没效在这儿，承诺是在婚前给到的，所以我说你自己就给你自己不清晰。第二个，你不尊重自己在于你说他该给你婚前的3金，男士你说的是婚前3金，婚前我答应你了，你的承诺是婚前哦，你并没有承诺我婚后慢慢给你买，可你信了，你不仅信了，你今天到上来了，到现在还戴着戒指，你知道你戴戒指意味着什么吗？你意味着你告诉给他，对，我就是图你那点东西，所以我到现在我还得戴着，要换一个女生不会戴的，所以我说你不尊重自己啊。还有另外的，你说我做饭的事情，如果你认为夫妻之间就是应该共同的为这个家共同做饭，共同打扫卫生，那你拉着他一起来啊。你除了能骂他2句，说他2句，发个视频给你婆婆，你还做什么了？4年了，你没有培养这个男人跟你共同做饭的习惯。吵累了，我真的不想再跟他吵了，说了也白说。你4年你没做过，你只会说，这就是我说的，谁说我有错？我说你最有错。你该走的话，这半年你早就可以提起各种各样的诉讼请求，但你半年你没有，你在干嘛？你还在等，你还在心存幻想，你在幻想着他说不定给我画的那个饼我就能吃到了。说离就离吧，不要再去说那么多了，不要再去渴望、祈求、等待了。同样对男士来讲也是一样的嘛。刚刚我问你带着什么诚意来了，结果我听到你的诚意被你台上自己说的话全给打脸了。你刚刚跟我说的是，我说我以后会对我媳妇儿好，把钱给她。但是你今天在台上，他但凡说你跟朋友给钱的事，你说什么？我不该给朋友吗？那是我发小啊，我就得给他。这是你第一次打脸，你自己打自己脸。你第2个打脸，你说我以后回去帮他做家务呀。但是你今天在台上，你亲口自己说的，哪有大老爷们儿做饭的呀？你第3个打你脸的事情，是你在那说，你说我不就打会儿游戏吗？我都说了呀，我就打会儿游戏啊。你根本不在乎，他说的是一个60多岁的老人，60多岁了，需要你帮忙去抬一下大板子。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你不孝顺他的父母，你是一个不孝的人。你刚刚说的那句话，因为你要给你爸妈买礼物，我不同意买这种太过于奢华的、有面子的，只是为了面子但华而不实的东西，我也认，我也不喜欢华而不实的。
但是我觉得你做的最不孝的是，大过年的你让一个老太太，也就是你的丈母娘，求你好好回家跟大家一起吃饭，这是你最不孝的。你既然都知道中国人最讲究过年，一家人其乐融融，你就不能给你丈母娘、给你岳父母一点面子吗？你就不能让一家人好好的把这年过好？你回来跟他唠，怎么唠都可以，但是你甩脸给所有人，过不好趁早离。但是都得反思，个人都有个人的问题。我想说的其实特别简单的几点。第一点，通过你们这件事，我再一次提醒所有广大女性同胞们，选择大于培养。这句话很重要，就是婚前的选择非常的重要。大家不要试图说通过一场婚姻去改变一个男人，通过一场婚姻这个男人就能变成我想要的那个男人，不可能的，没选对人。因为选之前你其实对他不满意，后来通过这半年他给你的一些表现或者表象的东西，你觉得哦，这个人是有希望的。其实说白了，这个大饼不是他画给你的，是你自己画给你自己的，你自己告诉自己哦，他有一天会实现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最糟糕的婚姻是什么样的？就是一个人觉得这个婚姻已经过不下去了，另外一个人还觉得说，就屁大点事儿，你值当的吗？你们俩现在就是这个状态啊。女生都已经觉得这婚姻我真的过不下去，但男生觉得不就是几万块钱的事儿吗？所以我想跟男生说的是，从始至终你根本没有懂你媳妇儿的点在哪。她说的不是几万块钱的事儿，是压根儿他没有感受到在这场婚姻当中你对他的爱。这不是说用金钱衡量的。你以为我把贷款还清了，你以为我把我之前给你的这些3金啊、钻石呢给你补上就可以了，我们就能回到过去？回不去的，因为他已经看透了在这场婚姻当中没有爱，这是最根本的原因。第三点就是，太多的女性对于婚姻抱有的期待太高了，觉得婚姻好像能够给予你所有你们曾经没有得到的一切，是你自己把对婚姻的期待值报高了之后，然后发现失望了，就把所有的错都怪到了另外一个人身上。那么还有就是你既有高希望，然后又没有底线，这就是你今天如此纠结和痛苦的最根本的原因。你觉得你理想中的婚姻是浪漫的，是什么样的，但是实际上你的婚姻如此糟糕的时候，你却没有自己的底线，一再降低。如果你非常明确说什么样的行为我是忍受不了的，当我发现一次，我掉头就走，不会给你第二次再去折磨我和欺负我，让我受委屈的机会。但是你恰恰是上下不挨着，所以就这3点你要反思的更多。因为男生的所有的问题都是他骨子里的，他认为的大男子主义的那些东西，他觉得我娶媳妇儿就是回来过年要给我妈做饭的，你就是不能回娘家，你回娘家你也要以我们家为重，要不然我娶你干嘛？一个女人你就是要在家给我做饭的，我一个大男人就是不能进厨房。我告诉你，这就是骨子里的，他改变不了。所以姑娘，你想明白我要什么样的人生，我要什么样的婚姻，我就找什么样的人。如果这个人不是这样的，我趁早远离，我不要奢望改变这个人。男士，我说一下你做的事儿哈。从一开始3金房子你就属于是骗婚了，不光骗了他，你还骗了他的父母，你让他的宝贝女儿从一开始就背上了很辛苦欠着债的生活，你自私的只爱自己，你不爱他。还有就是你大男子主义，啥本事都没有，而且还一身脾气，男人凭什么要做事啊？是谁告诉你男人不做事的呀？你有多大的本事呢？还有啊，就是所有的饭都该他4、5顿的做的话，那你的父母不会做饭吗？那你妈是怎么把你养大的？请问，从头到尾你都说自己错了，但是你在这儿侃侃而谈，还是一副大男子主义的做派。在我眼里哈，我觉得你是无信用、无品格、小气、缺教养，而且呢，你对他的父母特别的不孝。
我不知道你孝不孝自己的父母啊？让他做饭的时候你挺勤快的，大过年的甩脸子给他的父母，让一个老人大过年的打电话过来求你搬个东西，你还砸他的箱子，你要把他欺负到什么份儿上啊？你太不尊重女性了。还有就是，我想对这位女士说，你很淳朴、善良、天真，而且从形象上来说，你高挑美貌，咱们趁现在还没有孩子，早做打算，及时止损，这就是我想对你说的。确实，你们的婚姻生活过得一地鸡毛。我最后还是想问妻子，你是不是断定，在这段婚姻当中，你认错了人，选错了人，嫁错了人？我觉得错了。我最后也问一句，丈夫，你认为你错了吗？错了。这个错并不是今天此刻才知道，从你刚才讲述当中很明确，以前就知道自己错，但问题是你知错不改，再接下来只剩下死不悔改了。做丈夫的经常的画大饼，因为画大饼不需要成本，但你要明白，婚姻是需要成本的。婚姻不仅需要经济成本，更需要感情成本。经济成本可大可小，但是感情成本缺一不可。你们两个人的问题更多的是出在他不愿意付出感情成本，他认为娶进家了就由我说了算。你扪心自问，你对自己妻子有多少的爱？一个男人如果真心的爱自己的妻子，哪怕我没车没房，我也会去挣扎，也会去努力，也会去改变。而且有一些自己明明知道错了，因为爱妻子，我也会不由自主的在婚姻过程当中就改变了。何须等到今天呢？今天你说的这些承诺很苍白，因为我看不出是由衷的内心的那一种自己的知错想改，你根本不想改，你是迫于可能会失去这一段婚姻。你知道他内心的痛吗？老话说得好，女的最怕什么？最怕就是嫁错郎呐。如果一个女人认为我因为自己的选择我嫁错了人，那是内心在滴血，泪水都没了。所以我此刻只想劝妻子，女性有时候成熟就是从狠一点开始，她不愿意改变，你就做出改变，就改变这段婚姻，狠一点，离开这段婚姻。你们两个人待会儿坐那儿好好想一想，想一想到底该何去何从。那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吴先生和罗女士他们两个人是否会有所调整呢？3、2、1，请开门。别出来，别出来，别出来。他们俩对方会出来啊？不出来啊？走了。没了。但这并不代表说他俩就分开了。但我觉得今天，我觉得觉醒了，咱们想。都帮到他了，一定是给他们提了一个醒，可能让这个吴先生意识到他的婚姻确实出现了问题，因为他在上来的时候还在说呢，不就是几万块钱的事儿吗？甚至很多人会认为这个丈夫就是个老实人，他确实很老实，但是老实人并不代表是一个好丈夫啊。而且女方也就有她自卑的地方，说她是大学生，他们家又怎么，我就明告诉她，女方你又高又漂亮，你还没孩子，你一定要想清楚。可能是你最后那句话起作用了。